生活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。什么该放弃，什么又该追逐，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。我们就是轻易被外表麻木，忽略了内心想要的蓝图。相爱和相处都是一种领悟，老虎也有它的温柔之处。所以让谁会抓住幸福充满脚步，驾驶这一路最美的国度，穿越流言才能遇见祝福，时间会帮我庆祝。所以要学会满足，而不失去羡慕，每份关心都是我的礼物。也许前路有很多未知数，爱会把手牢牢地牵住，爱会让幸福越来越清楚。你怕我吗？你说啊，你怕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打给你爸爸？你想接这个电话吗？是你说你讨厌你家里的每一个人，只有我真正的了解你，所以那些讨厌的人，给他们去死吧！怎么了？他按掉了，他总是这样，不听我的电话。可是他刚刚不是打给你吗？可能他不小心按错吧。我先打电话定位置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晚餐，美蝶姐姐。请你不要这样叫我，你为什么忽然不喜欢我这样叫你啊？因为你明明就比我大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哪有骗你？你明明就是个男人，还不止18岁。在网络世界里，你可以有多重身份啊。我有时叫 Maggie， 一个18岁的女生；有时叫 Mr. M， 一个40岁的成熟男。但不管是 Maggie 还是 Mr. M，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我们很寂寞，没有朋友，就跟你一样，所以我们才那么谈得来啊。哎，其实你大可以把我当成 Maggie。怎么可能？如果我知道……不，你永远不会知道的。如果我没有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一直把我当成 Maggie。你我都知道，网络世界是充满谎言的，谁会用真名，谁会说假话？哎，不，我不应该这样说。我们都是双面人，在现实生活是一个样貌，在虚拟世界是另外一个样貌。你应该知道这一点吧，对吗？其实我可以一直骗你的，但是我不要，因为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你。你已经看到我了，你可以走了吧？我们不是说好要吃晚餐吗？你都还没吃。那是不是我吃完晚餐你就会走？我刚才在巴士上看到一则新闻，有一名男子冒充女生，上网和女生玩猜字游戏。哇，在那个女生输到脱身内裤时，他就偷偷用网络摄像机把她的半裸照拍了下来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要怕，我念这则新闻是要让你知道，网络上的确有这些可恶的男人，但是我不是。其实我们可以继续像网上一样，无拘无束的边吃晚餐，边无所不谈的聊天。弟弟当着那个女人面前对我大呼小叫，简直变成另外一个人啦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即使去学校见校长，他顶多是讲我2句，从来没有这样子对我大声过。他为什么忽然变样？你有想过吗？当然想过啊，他一定是要在那个女人面前耍威风，证明自己有男子气概。他还说，真的和那个女人以结婚为前提交往是吧？结婚。他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原来你已经知道了。
那个女人之前已经给我下马威了。啊，原来她已经先向你宣示主权了。这个女人真不简单。爹地如果跟她结婚，一定会被她牢牢控制住的。没用的小男人。啊，你这样说爹地有点过分吧？难道不是吗？如果他有本事的话，妈就不会死得那么惨。那是意外。意外本来可以避免的，要不是因为他窝囊没用，妈需要出去工作吗？妈需要一放工就赶回家煮饭照顾孩子吗？妈会被车子撞的，撞得当场魂散魄离。哥别说了。他一直说他忙着做生意赚钱，结果呢，不止没有赚到钱，还搞到几乎破产，要卖屋子还债。要不是小姨把屋子让给我们住，我们几个都要睡街头了。对不起，这个父亲我没办法尊敬。哥，你这样说爹地有点过分吧？他毕竟也把我们养大，他也尽力的啊。尽力有用吗？尽力不表示你会成功啊！你有看过我尽力读书吗？没有啊，结果还不是年年名列前茅。又来了。有种啊！你再说一次。我说，你既然那么厉害，那么聪明，那你一定有办法阻止爹地跟那个女人结婚了。当然，可是他的事我不想管。爹地如果跟他结婚，就不只是他的事了，我们都会落入那个女人的魔掌中。等一下，你所谓的我们不包括我？那你是有办法对付他喽？哼，那还用说？哎，我有脑的啊！那你是说我大哥大姐都没脑了？我是没有这么说啊，可是如果你要这么想，不关我的事。自私鬼，讨厌鬼，早知道就不跟你商量了。喂，有事要问你啊。你不是聪明盖世吗？还选我这种没脑的人啊？因为你是女人啊。啊？哎呀，女人更了解女人啊。哦，有人追不到女孩子要讨救兵啊？什么追不到啊？是因为我太优秀，人家觉得他配不上我，所以他就自动消失了。女孩子如果喜欢你，才不会管什么配得上配不上，更不会搞什么自动消失哦。她跟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女孩子就是女孩子，一般和不一般的女孩子都是一样的 ，OK？ 啊，算了，用你的手机打这个号码。他的电话？我也不清楚啊，他删掉了我手机上的号码，我没有存档，只可以靠记忆试着打。失败了那么多次，这次应该会成功吧？就帮我打啦。如果他知道是我打的，他一定不会接了。我可以帮你，可是有什么好处先？哎，最多不就跟你联合起来对付那个女人呢？ OK， 既然是同一阵线，那就帮你一把。哎呀，用 speaker 啦。艾比，哇，你知道我找你找得多辛苦吗？我很想你啊，你在哪里啊？各位同事，陈豪威无故缺席总裁召开的会议。虽然总裁临时有事取消会议，但不能作为脱罪的理由。我身为你们的上司，有必要维护公司的纪律，所以我正式宣布，陈豪威及时被解雇。陈豪威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身不由己，解雇信会电邮给你。All the best。
下，你为什么没来开会？这不像你性格啊！每次开会的时候，你都是第一个到会场的。况且今天又是跟总裁开会耶。你今天早上不是跟我说，这是你第一次见到总裁吗？心情又着急又兴奋的。午餐后，你为什么没有搭艾文的车回来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或者路途中发生意外？总之，我们是同事，有什么事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。也许今后再也见不到柔雅了，我一定要让她留下最美好的印象。我不能让她知道我那么窝囊。柔雅，谢谢你这么关心我。其实，是我找到新的工作了。午餐结束后，我就去新的公司面试。所以吃完午餐我就自己离开，没有搭到经理的车。那也是因为那间公司传简讯过来说要录取我，反正我也不想干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回来开会。这是真的吗？好，找到新的工作是好事，我也为你开心。加油哦！陈浩伟，陈浩伟，家里有人。陈浩伟，你不要走，家里真的有人，救救我！你不要走！别烦我！别烦我！你看清楚了吧？这世界是那么的冷漠无情，人人只关心的是自己，只在乎的是自己，别人的死活跟他们都没有关系，甚至是家人也是一样。表面上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以兄弟姐妹相称，实际上还比陌生人更可怕。他们随时会反目无情，跟你争夺家产，跟你争夺利益。他们说我是神经病，不配跟他们争家产，所以就把我一脚踢出家门。所以，my dear姐姐，你宁可相信我，也不要相信那些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送你一句“别烦我”的所谓家人。没错，没有人管我，没人管我的死活。没有，还有我关心你，我在乎你。走，我们上去你的房间，那才是宅男和宅女的世界。人们可以把我们排斥，把我们当成怪物，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说，别烦我。你等我一下，我进去看看就回来。哎，浩威，你回来了。你大姐有没有在房里啊？慧心，慧心，
会相信你把一个男人带进房间里，却什么都不做吗？不用我说，你也应该知道答案是不会。因为在他们眼中，宅男和宅女天天不出门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与世间隔绝，根本不正常。加上你把一个男人带进房间里，那就更不正常。到时他们会带你去心理医生，甚至会带你去精神病院，像我一样。你去过精神病院？不是，我是说被人家当成不正常。其实我一点都没有不正常，我正常的很。可是像你和我，在世人眼中永远都是精神有问题的神经病。我不是神经病。你当然不是，我也不是，我们都比他们更正常。可是问题是，正常人往往被不正常的人当成不正常。不要再吵了！你刚才是不是打电话给我啊？没有，我没有打电话给你。刚才我接到一个未接电话，是你打来的。我都说没有，我没有打。那可能是你按错吧，没事了。对了，你不要煮快熟面来吃了。你的病刚好，要小心身体。浩伟已经回来了，你们叫外卖回来吃吧。OK。人呢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从门外进来啊！从门外进来？什么事啊？这个女人啊，静悄悄在我们家里，我还以为见鬼了嘞。天都还没黑，见鬼也太早了吧？慧心怎么样了？他在房里，他没事。他有没有说为什么打电话给你？他说他没打电话给我，我看他是不小心按到的。我们去吃晚餐吧。哎，老爸，千万不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，免得被她害啊！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啊，就是因为听她话咯，丢掉这份工作啊，听她讲什么独注一掷，抱着经理一起死。对了，听她的话，抱着经理一起死。别干。我现在问你的话，你只要摇头跟点头就行了。你有没有带快餐回来吃？家里除了你跟你大姐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人？我在庭院内发现这些薯条。这些薯条要不是边吃边掉，就是挣扎的时候掉了出来。挣扎？你是怀疑有人要闯进我们家，慧心去阻止他，双方挣扎之下。是。那他刚才打给我那通未接电话，不是不小心按到的，而是要打电话向我求救。老爸，你就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了。要不是他的话，我是不会被公司裁退的。我说的是真的。你看，2杯饮料，还有2个汉堡包装盒。搞得好像自己是大侦探一样，女版福尔摩斯妹。哦。啊！什么？我记得了，大姐好像有跟我说。她跟你说什么？有人要闯进我们家里来嘞。什么？那你没帮她？我觉得当时家里没有人嘛，又觉得她做宅女做到要疯了，我当时心情真的差到极点，所以我就跟她讲。你跟她讲什么？不要烦我。你大姐跟你求救，你叫她不要烦你。现在不是教训孩子的时候。
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慧心？没有啊，他隔着房门跟我说话的。上去看看吧。哦，还发什么呆啊？快上去，以防万一。慧心，慧心，开门啊！慧心，有没有钥匙？灌了强力胶。慧心，开门啊！慧心，开门啊！慧心，开门啊！你再不开门，我就撞进去了啊！在干嘛？我问你，是不是有人闯进我们家？你有看到有人吗？那你为什么跟浩威说有人闯进我们家，要他帮你？我是在做个实验。做什么实验啊？实验证明，家人是你最亲密的伙伴。当你有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他们会伸出温暖的手。这句名言是废话。我看你才是废话吧，很奇怪，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。你知道很多人都很忙的，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受了一肚子气，被人家羞辱，回到家当你的试验品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，大姐？好了好了，浩威，你别说了。如果没有外人来家里的话，那为什么垃圾桶里面会有快餐盒和饮料杯？我怎么知道？家里不只是有我一个人，即使有人来过，那又怎样？你终于承认有别人进来过了。你是谁？其实我们见过面的，但是你好像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像你这种毫无特征，充其量就长得像个人的人，谁会对你留下印象？哇，网络商人的语言果然厉害。慧心，说话注意你的态度啊！学棉阿姨是我的朋友，我们……你可以带朋友回来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你有朋友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有朋友来探望你，那是很正常的事。那为什么要隐瞒我们呢？我懒得跟你们解释。他呢？谁呀？你的朋友走了。几点走的？6点。陈凯，刚才你那通未接的电话是几点打来的？6点03分。对方不是6点走，而是6点到。你曾经阻止过他，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，让他进到屋子里来。对方一定是让你感到不安，所以你找机会想打电话给你爸爸。但是可能某些原因，比如说被对方阻止，所以你没能等到你爸爸接听电话就……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推理大师吗？就是咯，整天唧唧歪歪的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样。我的工作就是被他弄不见的。你这个男人啊，真是秦允杯。什么东西啊？慧心，麻烦你跟你弟弟解释一下这个网络语言。秦允杯，请允许我做一个悲伤的表情。什么啊？即使你很压力山大，但是男人就是要 V587，不就是丢了一份工作嘛？不要像个小屁孩一样牛吵个不停，555，你又不是火星人，图样图生破，如此表现，搞不好人家会把你当成是蛋白质。哈，思密达。他说什么啊？慧心，麻烦你翻译一下。即使你的压力如山一样大，但是做男人的要威武霸气，不就是丢了份工作吗？不要老像个长不大的孩子。你又不是刚到地球什么也不懂的火星人。Too young, too simple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每个人把你当成白痴的，唉，真是无语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，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厉害，你真的是油菜花。Thank you。
奇怪了，我干嘛听你使唤呢？你们出去啦。好了，学妹，他没事就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你邀请回来的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干嘛问那么多？学妹阿姨是关心你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。不对，是男的，他叫 Mr. M。他的饮料杯子上写着 Mr. M， 而且这位 Mr. M 还在这间房间里。学妹，你确定他还在这间房间里面？是。慧心，学妹阿姨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宁可相信他，也不肯相信我。他当然要相信我了，因为你在撒谎。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讨厌？我也不想让你讨厌他，真的。可是你知不知道你在做多愚蠢的事？在网络上结交朋友已经是很不安全了，再把对方带回家来，那就更不安全了。让他登堂入室，共处一间房间，更等于把自己和一只随时都会吞噬自己的猛兽给关在一起。躲在衣橱的 Mr. M， 你可以出来了。你知道我找你找得很辛苦吗？我很想你耶 ，Abigail。死小鬼，你不要跑啊！赵爷，你敢动我一下，我就天天在你面前，Abigail，我很想你耶。有种你再说一次。你要我不说行？你不是诡计多端吗？帮我想个又毒又辣的办法对付那个 Angeline。什么 Angeline？ 一个讨厌鬼哦。自以为爸爸是个大律师，就横行霸道，动不动就打人骂人，简直是个流氓学生。他打你啊？才没有哎，我只是看不惯他那张嘴脸，决定为你出害。那你找我就对了，对付这种人啊，我的办法多的是。躲在衣橱的 Mr. M， 你可以出来了。这位安迪，你的推理功夫还不错，从这些被清除出来的东西就知道有人藏在衣橱里。如果我的推理没错，你是当警察的。我是监狱官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原来是 Madam。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我们没做什么，我们只是纯粹聊天。聊天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？你可以不要相信我，也可以不要相信你的女儿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即使我们说真话，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的，因为人们只要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事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啊？这里不是有警察吗？我说了，我不是警察，我是监狱官。哦，还好我没犯法，不然要在牢里见到你。你闯进我屋子，还骚扰我女儿，这不叫犯法。第一，我没有闯进你的家，是你女儿邀请我来的。至于我有没有骚扰你的女儿，你应该问她，她最清楚，她说了算。慧心，他没有骚扰我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是我邀请他上门的。没错，我们是心灵相通的好朋友。我们在网上无所不谈，我的苦恼她最清楚。My dear 姐姐有心事也会告诉我。什么姐姐 ？My dear 姐姐，这是我们网上的称呼。她叫我 Sweet Potato， 我叫她 My dear 姐姐。Potato， 姐姐，我的天哪！也许我比你这个当父亲的更了解你自己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幸好 Madam 及时阻止你，不然打人是要坐牢的。你还在那里说风凉话？我说的不是吗 ，Madam？ 看来我在这里不太受欢迎，那么我就先走了，免得碍眼。拜拜，拜拜。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.
等等，你以为这里是你的网络世界吗？想进来就进来，想离开就离开。那你想怎样啊？建议关麦的。来者是客，总得吃了饭才走吧。你要去哪里呀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吃饭什么的就不用了，我有事要做。我也说了，来者是客，怎么可以怠慢客人呢？慧心的爸爸已经叫了外卖了，我们就边吃边聊吧。不用了，我吃饱了，谢谢。吃那么点快餐怎么够呢？你这么客气，反而显得见外。真的不用了。我真的叫了外卖了，我们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吧，外卖很快就到了。是啊，来。Mr. M 啊，哎呀，老是 Mr. M、Mr. M 这样叫你，真的是很不习惯。你贵姓啊？在哪里高就啊？是啊，月入多少？你是本地同胞还是外来人才啊？你住在哪里啊？家里有什么人？还有结婚了没有啊？你是怎么认识慧心的？认识了多久？怎么会想到来我们家呢？还有啊，你有什么嗜好？教育程度如何？哎，还有，刚才你是自己开车来的，还是搭地铁、搭巴士？陈凯，看来这个 Mr. M 比较内向，属于那种沉默寡言、惜字如金的类型。我们就不要逼他说话了，我们就拍照吧，拍照不用说话。来，好啊。哎呀，你这样子盖着头怎么拍得到脸呢？来，准备我们来合照吧。不要，来合，我们来合照吧。这样子遮住头怎么可能拍得到照片呢？来，不要，来合照啊！你这样子盖着脸怎么拍照嘛？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合照拍张照片做个纪念。放开他！算了，陈凯 ，Mr. M 不想拍照，我们就尊重他吧。好吧。啊，拍了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小心按到的。拍得不错嘛，你看。删掉。哎呀，只不过是一张照片，何必那么激动呢？我知道了，有些人是很怕拍照的，担心照片一旦在网络上曝了光，马上就会被肉搜寻，到时候所有的底细都会被挖出来。对，我知道有一则新闻啊，有一名路霸在马路上横行霸道，也是被人家拍了照放上网，结果被网民啊骂得狗血淋头啊，结果还出来公开道歉了。还有一则新闻啊，是那个征婚骗子啊，也是被人家揭穿，人人喊打。是啊，还有一个到处招摇撞骗的男人的照片在网络上曝了光，马上就被拆穿身份，这个就叫做见光死。我受不了了。拍得不错嘛，干嘛这么抗拒？慧心，你干什么？陈凯，让他去吧。你有什么资格拍别人的照片？慧心，你还不明白学美阿姨的用意吗？你看，一张照片就让她揭穿她的真面目了。什么真面目？她如果做事光明磊落的话，怎么会担心照片曝光？她这么害怕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他只是不喜欢拍照，不喜欢自己照片在网络上。我也不想拍照。你可不可以尊重别人的隐私？你是个超级恶心的女人，你走啊！慧心，你给我住口！陈凯，没关系，我走就是了，不要这么激动。我走了。学美，对不起啊，慧心她。
放心吧，我不会跟他计较的。我也要为我自己和你说声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？我太自私了，明知道自己条件那么差，还要厚颜无耻的要求你跟我交往，让你受委屈。请你原谅我。陈凯，我发觉我们之间还是不适合的。还是不适合的。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那是你说的。你刚才不也这么说吗？那是在重复你的话。你刚才不是说了我们之间还是不适合的这句话吗？我明白了。你大概也受不了我爱管闲事、自以为是的管教你的孩子，乱出馊主意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真的很谢谢你来帮我这个忙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真的束手无策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那为什么你说我们之间不适合？我是猜你心里面想的话，你不是想要这么说的吗？不是，我是要跟你说，我发觉我们之间挺有默契的。哦。刚才我们联手对那个网路男进行轰炸式的盘问，显然把他逼到了爆发点。后来我拿出手机要拍照，你及时抓住他，不让他遮掩真面目。这一切不需要说明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我们靠眼神就知道彼此下一步的行动。是啊，说也奇怪，我这个人呢本来是蛮迟钝的，有时候人家说笑话，我听了半天也不知道笑点在哪里。可是刚才我马上猜到你的用意，并且配合你的行动。所以我说我们蛮有默契的。那你是答应和我继续交往了？这个嘛，陈凯，我们之间的交往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如果没有得到你4个孩子的祝福，你的4个孩子看来蛮排斥我的。你的大女儿说，你是个超级恶心的女人，整天唧唧歪歪的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样。你有你鸡婆啦！我只有一个妈，她已经死了。我知道，这也太难为你了。我们的交往如果没有得到你4个孩子的祝福，是不可能成功的。所以，我们就以努力得到你4个孩子的祝福为前提，继续交往下去吧。陈凯，你听到了吗？啊，听到，我听到了，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开心的一句话。学妹，谢谢你。陈凯，这是公共场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过，谁说公共场合不能拥抱的？你可以继续，我不介意。啊。你看，我已经查到这个女人的底了，她叫贺学美，今年38岁，是个高级监狱官，负责监管男子监狱。囚犯都给她一个外号，叫做老虎。老虎，那表示他很凶猛啊。
看他这样的人，就是这号人物。对，尤其是他那双眼睛，冷冰冰的发着寒光，就像老虎的眼睛一样。如果他跟爹地结婚，不就变成了我们的妈？老虎变妈，不就变成虎妈了吗？虎妈来了，虎妈来了，第一个先吞掉你。为什么是我啊？你不知道吗？老虎一定选择攻击，最容易进攻，最没有招架之力、最弱、最低等的动物，一扑过去就咬紧它的咽头，直到它窒息为止。你讲谁低级谁弱了啊？我说的是自然界现象啊。可是如果你要自己承认自己是低等动物，不关我的事啊。Shut up 啦！哎呀，我的欧巴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大敌当前，我们应该保持团结，一致对外才对。大姐啊，你是家中的老大，这一次又难得出关来，快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吧。逆袭啊？大姐，你是在说方言吗？逆袭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捏死他的意思啊？你们两个真的很差劲啊，果然境界不同。大姐用的不是方言，她用的是网络语言。你少来厚脸本色啊！你那么厉害，你就解释给我们听喽。切，逆就是逆流而上的逆，袭就是袭击的袭。所谓的逆袭，就是逆境中发动袭击，看准要害，一击成功。哦，大姐是这个意思吗？逆，隐匿的匿，熄，熄灭的熄。听到没有？逆袭不是你讲的那种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听不懂啊，以为自己很厉害、很了不起。应该是新的网络语言，我暂时还没研究。大姐，那个你的离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藏匿。我知道了，大姐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藏匿，不理不睬，让那团火自己熄灭。换句成语来说，就是自生自灭。不行啦，你们都已经看见啦，他们已经在家门外公然拥抱啦，这火只有越烧越旺，怎么会自己熄灭嘞？对啊，小妹说的没错，那个女人已经38岁了，好不容易找到结婚对象，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打退堂鼓呢？不如我们就让她吓到尿裤子吧。哎，你是家中的长子，武松的角色就由你来当。什么武松啊？你不是那么缺乏想象力吧？什么想象力啊？告诉啊。大哥，啊？武松打什么的，你总该知道吧？武松打虎啊，这个都知道啊。你们要我打虎。这些都是 Internet 用语，你看不懂吗？风水轮流转，以前都是你教我看书，现在就由我来教你。听好了，姐，气死我了，我要死了。我老公一整天不听我电话，一定又是去偷吃漂亮美眉。我真的很生气，气死我了！姐，怎么办？那个臭老公根本就是蛋白痴、神经质。他好像 call 来了 ，Talk to you later。就这样。哇，叫我。啊？